你是否好奇，为何犹太人总能在财富的浪潮中独占鳌头？在他们神秘的财富传承背后，究竟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？答案或许就藏在那本古老而神秘的《塔木德》之中。这本犹太人奉为第二部圣经的典籍，历经千年岁月洗礼，每一页都仿佛蕴含着开启财富大门的神秘钥匙，等待着我们去一探究竟。对钱财必须具有爱惜之情，它才会聚集到你身边，越尊重它，珍惜它，它越心甘情愿地跑进你的口袋。金钱能够储蓄，而时间不能储蓄；金钱可以从别人那里借，而时间不能借。人生这个银行里还剩下多少时间也无从知道，因此时间更重要。点子就是财富，你把思维训练得越灵活，获利的机会就越大，成功的机会就越多。生而贫穷并无过错，死而贫穷才是遗憾，尤其是终其一生无力消除贫穷创造财富，更是无可宽恕的。只要你肯动脑，总能发现一些省钱的途径。一块沉入红海的金子和一块石头没有什么区别。失去金钱只是失掉半个人生，但失去勇气，整个人生都失掉了。致富不能盲目行事，要靠智慧加适当的变通。闪光的智慧带来财富，有了智慧就有了财富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这世上有3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，一是吃进胃里的食物，二是藏在心中的梦想，三是读进大脑的书。有3种东西可以使人恢复良好的精神状态：美妙的声音、景色和气味。人的眼睛由黑白2部分组成的，可是为什么只能通过黑的部分去观察世界？因为人生必须透过黑暗才能看到光明。当压力出现，迫使我们改变自己的法规时，我们要不顾一切的战斗，即使面临强敌也要战斗，生命不息，战斗不止。伟人经常犯错误，经常要摔倒，但虫子不会，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就是挖洞和爬行。你的内在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有你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但除非你去做，否则你也不知道自己真的能做什么。人生的大门往往是没有钥匙的，在命运的关键时刻，人最需要的不是墨守成规，而是一块砸碎障碍的石头。如果你的表现不尽人意，首先要采取的行动是以退为进，而不要铤而走险。你只要活着，智慧就永远跟着你。嫉妒、贪欲和野心驱人于死地。别想一下就造出大海，必须先由小河川开始。有耐心的人能钓到大鱼。箭法再差，多射几箭也可能碰在靶子上。一张弓如果一直绷着，即使是钢做的，也会失去弹力。痛苦之中蕴含着一种力，而且痛苦是一笔财富。如果一艘船不知道该驶去哪个港口，那么任何方向吹来的风都不会是顺风。与污秽者为伍，自己也得污秽；与洁净者相伴，自己也得洁净。成功就是将简单的事情重复做。不可能人人都当公主，但那并不值得羞愧。假如你做不了太阳，那就做一颗星星吧。只要你觉得自己重要，
你的人生就充满了意义。当别人说1+1等于2的时候，你应该想到大于2。不要自贬身价，以免被别人看清。不要认为一切都不可能，任何事都有可能。独特的眼光比知识更重要。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，任何人的意见都不十分可靠。历史知识就是对自己有害，也不能反悔。性格要像仙人掌，外表坚硬带刺，内心却相当甜蜜。人类的智慧凝于笔尖，诗文翩翩闪耀着思想的光芒。你手中的笔不过5寸，威力可比国王的权杖。与人幸福犹如喷洒香水，喷洒之时自己也会沾上几滴。不要为明天的问题担忧，因为你并不知道明天会给你带来什么。在适当的地方说适当的谎言，比伤害人的真话要好得多。关键的时候要依靠自己的判断，千万不能随波逐流。我的谦卑就是我的高贵，我的高贵就是我的谦卑。胜者的口袋里装着梦想，败者的口袋里装着贪欲。无知者不可靠，怯懦者不可教，急躁者不可传道。宁愿做过了后悔，也不要错过了后悔。马在松软的土地上一失蹄，人在甜言蜜语中一摔跤。一个人也像一把小提琴，你的心态好比琴弦，调整好了心态，别人就不会轻视你的价值。世界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，如果你能从悲剧中走出来，那就是喜剧；如果你沉湎于喜剧之中，那它就是悲剧。不管我们承认与否，变化与生长的自然法则是不可逆转的，但老年不应当被看成是人生的萧条期，而应该看成是人的阅历和内在精神的一个时期。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点赞加关注，进入主页观看更多精彩分享。